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来给大家说说庆典服的预约抽卡要怎么选，和庆典服要以什么队伍开局会比较好。推荐会分为平民和大佬两个区间。今天这集视频，我们就先来说说平民可以使用什么队伍开局。首先是庆典服的预约自选，当中燎原火和小梦是固定送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初始武将和远征1、2、3中各选一个武将。这边建议平民以女团开局，初始武将选王元姬。王元姬是女团香的主力之一，后续在打山河也很好用，对新手玩家帮助很大。战魂用破釜沉舟。远征1选马云禄，马云禄是女团香的羁绊武将，所以想要玩女团的就必须先有一只马云禄。远征2选姜维，姜维是个需要无火才能上阵的武将，初期不会用到。选姜维纯粹是为了平民玩家后续的发展需要。远征3选诸葛果，诸葛果作为女团的核心怒气循环武将，地位非常重要，所以远征武将要优先将诸葛果拉到无火，战魂用怒焰灭息。一般开局14天的主力都会以紫将和蓝将为主，因为 SSR 需要5星，才会比更容易成型的蓝紫将好用。不过这次的庆典服因为有联动的关系，开局第1天就会免费送联动武将，再加上预约额外再送的联动武将，平民在第1天就可以轻松将燎原火抽到5星。因此燎原火就成了庆典服当仁不让的前期主力，无需再以蓝紫将来当主输出过渡。燎原火也可以用来通关各种主线和皇天副本，帮你解决掉很多麻烦。新区因为会需要燎原火来当主力的缘故，因此推荐优先将燎原火抽到无火，再去抽小梦。战魂燎原火带破釜沉舟，小梦带爆裂冲击。庆典服在第1天也会直接送一只 SP 武将，这个自选当然是选 SP 孙尚香了。这么一来，平民在第1天就可以以双 SSR 和 SP 孙尚香来开局。虽然这边给平民的建议是玩女团香，但一开始 SP 孙尚香还是先用太史慈羁绊会比较好。原因就在于新区普遍上队伍都还没有成型，血量都还很薄，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一下子就把整支队伍给均养起来，所以整个环境会比较有利于切后香发挥。前期先使用太史慈羁绊，等女团队员都成型后，就可以改成女团香羁绊。战魂前期带爆裂冲击，有长驱直入后就改带长驱。爆裂冲击只需要升1套到无双就好，后期会比较少用到爆裂。既然主力已经有魂香和燎原火，那么剩下来的3位成员只要选择辅助型的武将就可以了。在前期其他 SSR 武将的星数还没有达到上阵标准前，我们的队伍依旧是以蓝紫将为主。接下来推荐给大家几个比较好用的前期蓝紫将作为过渡。第一个要推荐的是潘凤，由于我们的主输出已经不是蓝紫将，所以只上潘凤一人就好，行道荣就没有必要了。选择潘凤主要是看中他3星的击退回怒效果和无火的击退后全体恢复血量的效果，在前期配合切后香使用的效果会很不错，潘凤用到女团成型后就可以换掉。第2位推荐的是甄姬，她有着重要的女团减伤羁绊，并且也能回血回怒，很符合女团香的组队思路，而且也可以提供重要的暴击率给 SP 孙尚香。但要留意的是，小梦不算女的，所以队里除了有甄姬和香香外，还需要有多1名女武将才能激活女团羁绊。在没有更好的队员代替前，甄姬也可以一直过渡使用到女团香的正式队伍里。甄姬目前已经不是1线队员，只是暂时过渡使用，所以不需要特意去拉专武。接下来推荐的是孙权和步练师的羁绊组合，孙权可以和魂香、燎原火一起在前排组成闪避组合，成功闪避后还可以为全体回怒。步练师则可以充当队伍前期的过渡奶妈使用，怒弓也能使目标回怒速度提升，也是前期非常好用的回怒组合。不过因为他们俩也都只是过渡使用，所以不需要去拉专武。接下来再推荐2位有了专武后才好用的蓝紫将。第1位是蔡文姬，前期你要用它来过渡也行，
但它主要的作用还是在有了专武后可提供的3次免死能力。这是对抗灭队必备的生存手段，也可以防止自家的主输出被反弹而死。蔡文姬的专武是第1顺位，要优先拉。第2位推荐的是黄月英，同样是前期想用来过渡野行的武将。不过在庆典服这种可以快速成型的暴力环境，也许前期也不一定会需要黄月英来控弩。黄月英可以成为女团内战的备用武将，黄月英的降低回怒速度和有了专武后的降低异常命中的能力，会让同是女团乡之间的队伍在回怒上会出现少许差距，进而建立起自身的优势。但由于黄月英只能在女团内战中使用，而且实际效果还需要测试，所以只把它放在备用而不是必拉，有需要用到黄月英才拉它的专武。接着来说说蓝紫碎片、心愿和庆典服开局送的6个武将自选和 SP 武将的培养顺序。蓝色自选碎片优先给蔡文姬，让她尽快拉到5火出专武。紫色自选都是前期过渡武将，可选甄姬或黄月英。心愿方面优先选王元姬和貂蝉。王元姬作为女团乡的核心回血真伤武将，3星就可以上场。心愿优先拉满5火王元姬后才换人，3顾茅庐也优先拉王元姬。貂蝉是前期非常好用的控制武将，魅惑能使目标无法行动，也无法恢复怒气，即使魅惑失败，也能使目标的怒气和怒气降低抗性下降。魅惑效果结束时，还能为自身和我方生命最低武将回血回怒，也是一个完美符合女团乡阵容特性的武将。貂蝉一样3星就可以上阵，不过还是要有了5星的开场魅惑后才好用。貂蝉专武是第2把要拉的专武，如果你的貂蝉可以比蔡文姬更快5火，也可以先拉貂蝉专武。女团最怕的就是第1回合扛不过去，只要貂蝉能在开场控住对方的主输出，就能提高女团的胜率。在75级开放宠物前，都是貂蝉的主场，穷奇普及后，貂蝉就可以换华佗。华佗是第3位要拉的心愿武将，王元姬或貂蝉5火后就可以改拉华佗。华佗虽然是男的，但他那可暴击的治疗量是目前游戏里最高的。它能提供给女团非常好的续航能力，而且还可以帮助抵抗异常状态。除此之外，华佗也能提供类似蔡文姬的紧急救援能力，两者的差别在于，蔡文姬能免死并立刻恢复半血，但整场只能生效3次。华佗虽没有免死功能，只能在武将血量线降低至某水平后为其恢复血量，但它胜在每个武将都有机会生效2次，保群体的能力大于更擅长保单体的蔡文姬。华佗和蔡文姬是可以一起上场，组成保护力非常强的双奶队。有了双奶的保护，即使是冲锋将也不容易在第1回合就造成减员。这个组合也可以用在一些还未完全成型的队伍，包括女团、冲锋将，甚至是马超队都可以。华佗专武是第3把要拉的专武。SP 武将优先拉魂香到3火，开启打盾增伤的能力，然后再把雷云拉到3火，开启龙盾，之后再继续把魂香拉到5火。商店的3个 SP 武将只拉魂香和雷云就好，前期商店还有许多可以增加基础战力的东西要拉，平民没必要现在去拉用不到的魂将。雷云3火前，可以先用蔡文姬和华佗的双奶组合过渡。远征武将优先把诸葛果拉到5火，之后可以拉姜维，为后续的转型做准备。商店的3个远征武将名额可以给诸葛果和姜维，最后一个名额看你是要拉女团羁绊的马云禄，还是伤害排行榜常用的公孙瓒都可以。没有推荐平民先拉曹丕，是因为前期的环境里没几个能驱散的，所以曹丕还无法完整发挥，先不急着拉。进入庆典服后，也会在开局就给你自选6个武将。为了能让队伍快速成型，建议把现在组队需要的武将都先拿了。推荐选诸葛果、马云禄、王元姬、貂蝉、姜维、公孙瓒。最后再贡献给大家一组礼包码，这个礼包码在老服和庆典服都可以使用。
如果大家有在19日去玩庆典服，可能还会发现司马公子的惊天大秘密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